待宫中大典结束后，五马分尸。上一世得知夫君带回的5岁男童是假死出宫的皇子，我悉心教养他10年，对他视如己出。可他登基后的第一道圣旨，竟是撤夺我儿爵位，将我处士满门流放。陛下，臣妇要替我儿申冤，他并无任何过错，为何要抓他下狱？镇北侯世子性情狂悖，即日起流放千里，治蛊终身。我为你呕心沥血筹谋10载，你为何如此恩将仇报？恩将仇报？你对朕轻则衣食克扣，言语辱骂，重则拳脚相加，都是你这毒妇，害得朕与太后骨肉分离。你身为侯府主母，蛇蝎心肠，阴质歹毒，对朕无半分养育之恩，还敢挟恩图报？来人，将这贼妇人拖下去，待宫中大典结束后，五马分尸。夫君，求你救救景儿，她可是你的亲骨肉啊！燕儿是我与于贵妃之子，你将她养得很好。阿慧，是我对不住你，若有下辈子，我定不负你。处士一族罪犯7军，即日起抄家下狱，等待秋后问审。今日是我偷偷回京，不宜声张。这个孩子，你好生养着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也敢对我不敬？这辈子我可不会再凑上去自讨没趣了。你长成什么样，与我何干？将军，您瞧，夫人这般不喜小公子，您走后，她又怎会真心待我们？我们公子命苦福薄，怕是进不了侯府的大门。您还是将我们送回去吧。既然嬷嬷觉得这里委屈，也有别的去处，那我就不强留人了。下河送客。是。等一下，夫人，燕儿是我那战死父将的遗孤，他家3代单传，他在乡下被他娘宠坏了，不知礼数，还望你以后多担待，好生教养他。既然你这么想把他塞给我，那我就好好帮你养大。夫君说的是。李嬷嬷，小公子，这就是你们以后住的院子了。夫人，偏院阴冷潮湿，小公子身子金贵，如何住得？那李嬷嬷想住哪里？我看凌霄院就挺合适。行，那就住凌霄院。他凭什么一来就抢我的东西？娘，凌霄院是我的院子，我不让。小子，我们家少爷瞧上你的院子是你的福气，我这就让人把偏院收拾出来。你识趣点儿，今晚就搬进去吧。夫人这是做甚？不是想住凌霄院吗？从今以后，这里就是凌霄院了。我不要住这里，我要找我娘，我要让我爹把你们都关起来！你竟敢忤娘，他是谁？为什么住到我们家来？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。这辈子，我不但要护住景儿，而且还要把挡在我们母子面前的障碍一一除去。至于那个踩着我们母子尸骨，享尽荣华富贵的人，
也休想再登上皇位。我要这个。给你。少爷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咱们世子就要跟晋国公府的大小姐订婚了。我年纪比他大，要定亲也该是我先定。景儿，他是皇子，咱们不与他相争。日后他登上皇位，一定会记得你的好。静儿，娘答应你，这辈子再也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。我不吃这些，我要吃糖蒸酥酪，我要找我娘。你们给我等着，等我爹回来，让他狠狠打你们一顿板子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地上凉，您快起来，嗓子都哑成这样了，好歹吃一口垫垫肚子啊。夫人，凌霄院那边闹得厉害，丫鬟去送晚饭时，小公子把饭菜全掀了，嗓子都哭哑了，还不肯消停。由他闹去，总要等他闹够了，才会明白这侯府后宅里到底是谁说了算。夫人，夫人，开开门啊！夫人。我们少爷发了高热，浑身滚烫，求您大发慈悲救救他，老奴给您磕头了。有病就去请府医，深更半夜在我这里闹什么？不行，我们公子身子金贵，寻常的大夫怎么使得？那嬷嬷到底要如何？夫人现在应马上更衣，拿着侯府的令牌，亲自去宫里请太医来给我们公子瞧病。侯府上一次请太医还是老太爷临终的时候。嬷嬷要是觉得府医折辱了你家上爷，那就等天亮，自己拿着银子去外面请名医吧。到时候你家上爷要是病情恶化，烧出了好歹，可别说我不给你们请大夫。这被子比石头还硬，硌死我了！我不要干。偌大的侯府连血烟都没有，吃的这么不精细，怎么养身子？夫人和少爷倒是躲在房中吃好的，用度上苛待我们就算了。如今我们少爷大病初愈，你们侯府一餐竟只备4个素菜，你们就是这样待客的？知不知道我们少爷身份有多贵重？上辈子我掏空嫁妆把你养大，又换来了什么？想要好东西，找你亲娘去吧。放肆！你不过是个下人老妈子，也敢这么和我娘说话？你这个毒妇！你竟敢打小公子！我跟你拼了！你完了，天
夏荷，看好他们，景儿要是出半点差池，立刻把他们的皮给我扒了。夫人宽心，幸灾小少爷穿的厚实，袄子吸去了大半热汤，只是烫红了表皮，抹上几日药膏，连疤都不会留下的。去，把他们带上来。放开我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我让我娘打你的板子！你们欺负我！我要找我娘！我要找我娘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让我家少爷跪你？你个蠢货，知不知道我家少爷是什么身份？敢动我家少爷，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！你家少爷什么身份？不过是一个无父无母的惹祸精罢了。我们侯爷怜悯，给他一口饭吃，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。嬷嬷口中所谓贵重的身份，总不至于是宫里贵妃娘娘膝下那位三皇子吧？放开我！李嬷嬷还不知道吧？宫里刚刚传出消息，三皇子在行宫贪玩落水，几天了才从莲花池里捞上来，尸体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模样了。嬷嬷，三皇子死了，皇家玉牒上已经报了溺毙，死人是活不过来的。小小年纪如此不懂礼数，脾气暴戾，罚你在院中跪满1个时辰，好好思过。至于李嬷嬷，无故生事，打20板子。你敢！我是侯府贵客，你敢煽动私刑，我要去官府告你！好啊，你最好去敲登闻鼓，在皇上面前亲自告我的状。来人，拉下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要告你！毒妇，你敢打我？等侯爷回来，定会休了你！休了我？嬷嬷还没睡醒吧？我是镇北侯中开大门3书6礼迎娶回来的正室，休妻可是要开祠堂的。哎呀，本夫人人善，看在你年老糊涂的份上，不与你计较了。夏荷，去找大夫给李嬷嬷看诊，别让她断了气。是。我要回家，我要找我母妃。你放了我，不然等我爹回来，让你好看。欺君之罪，可是要诛9族的。我的好殿下，这里是镇北侯府，回家你早就没有家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！
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你娘若真要你，又何必大费周章把你送到镇北侯府来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侯府夫人，我儿是侯府世子，你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要怎么不放过我们？不可能！我娘说过几天就会接我回去，我还要当太子，我娘不可能不要我！你骗我！你肯定是在骗我！你这个骗子！把他关到凌霄院，这几日只给粗茶淡饭，先饿他几天，老实了再说。夫人，您让奴婢打听的事儿有消息了。这么快？礼部尚书的二公子昨夜死了，外面都在传他是马上疯，死在了青楼花魁娘子的身上。他夫人得知死讯后，当场吐了血，连带着肚子里的孩子，一尸两命。二公子，曾与于贵妃定过亲的那位二公子？是。杀人灭口，如同上一世一样。贵妃开始行动了。秦燕之所以被送出宫，根本不是什么避祸，而是因为皇后已经怀疑起她的身世了。说来也怪，三皇子这孩子娇贵得很，天生对鱼虾过敏，竟一点都碰不得。娘娘说的是呢，这体质都是天生的。就拿我家来说，祖孙三代男丁全部吃羊肉，只要一吃，身上就起红疹子。和别人一说，人家都笑我们，都说这叫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儿。那次宫宴之后，外界便开始流传起礼部尚书家的二公子饮食挑剔，从不碰鱼虾的秘闻。想必这也是锦绣宫那位娘娘的手笔，故意放出真真假假的流言，混淆视听，让皇后以为与他私通的是二公子，且已死无对证。果真是一步很棋。宫里出了这么多事儿，咱们也得递牌子去给皇后娘娘请个安才是。是，奴婢这就找人去递牌子。不急，贸然前往岂非唐突？待我先好好准备一番。哎呦，少爷，您忘了上次吃鱼起了一身的红点子，痒得一晚上睡不着觉了。小公子，我出门前怎么教你的？见着当家主母要行礼问安，看着是个机灵的，怎么还没外院跑腿的奴才聪明？晚辈见过夫人，夫人金安。行了，起来吧。你既然在侯府借住，就要懂侯府的规矩。李嬷嬷身体恢复之前，暂且由陈婆婆照顾你。是，燕儿谢夫人照拂。规矩教得不错，夏荷，以后每个月给陈婆子的月例多加2两银子。哎呦，多谢夫人赏赐，夫人真是活菩萨心肠，老奴一定好好教导小公子。快送去承袭。是。这个贱妇！去，800里加急送去青州本家，请老夫人上京照顾秦少爷。1连半个月，秦少爷都乖巧得很呢。
夫人不光把景少爷教得好，连那位秦少爷都像变了一个人。这才来府中多久啊，规矩都变好了。等将军回来，看到秦少爷这般乖巧懂事，指不定怎么感激您呢。感激？他不找我麻烦就不错了。咱们这位侯爷啊，心思深着呢。夫人不好了，青州老夫人上京了，已经在侯府大门口了。楚慧呢？让她给我滚出来！老妖婆来得正好。儿媳给婆母请安，不知婆母今日进京，未曾远迎，还望婆母。老身可当不起你这侯门主母的礼，再让你管几天家，我苏家的根都要被你断了。老夫人，你终于来了！燕儿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您和父亲了。我的乖乖啊，这是遭了多大的罪呀！可怜劲儿的。不怕，祖母来了，我看今日谁还敢欺负你！这小兔崽子不去戏班子唱圈，真是屈才了。作孽呀，真是作孽！战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，保家卫国，留下来的功臣遗孤却在这后宅里被如此搓磨。楚慧，你身为当家主母，食苏家的饭，穿苏家的衣，竟擅妒至此，连个5岁的孩子都容不下。你这等蛇蝎心肠，简直毫无妇德！婆母这话说的严重了，儿媳也是按着规矩教导罢了。规矩？苏家最大的规矩就是仁厚。你把一个5岁的孩子关在院子里，连饭都不给吃，这叫规矩？我看你就是霸道惯了，真把镇北侯府当成你自己家了。去，把账本、对牌和库房的钥匙统统给我交出来。这侯府还轮不到你来一手遮天。从今日起，侯府的中柜由老身亲自打理。夫人，您怎么能由着老夫人胡来？那秦燕本来就不是个安分的，如今有了老夫人撑腰，岂不是又要骑到景少爷头上了？您万万不能交权啊！交？怎么不交？婆母既然心疼侯爷，想替侯爷分忧，这钟馗之权，儿媳交出便是。儿媳最近也确实觉得身子乏力，有婆母亲自坐镇，儿媳正好可以躲个清闲。只是这府里上上下下几百口人的吃喝拉撒，以后就要辛苦婆母操劳了。算你还识点相，滚回你的主院去闭门思过，没我的吩咐，不许出来惹我心烦。儿媳遵命。夏荷，我们走。夫人，您这是糊涂啊！老太太明摆着是偏心那秦少爷，您这一撒手，以后咱们景少爷在府里的日子可怎么过？你急什么？
这茶不错，以后就在咱们主院里自己喝，不用往寿安堂送了。你真以为这镇北侯府的管家全是什么香饽饽吗？苏林川在朝中树敌不少，为了打点关系，他那点可怜的俸禄和庄子上的进香，连这府里日常开销的1/5都不够。那以前这府里外表光鲜亮丽，奴仆成群，顿顿山珍海味，靠的全是我楚家10里红妆陪嫁过来的银子在贴补窟窿。上辈子我真金白银的倒贴，把自己的嫁妆掏了个底儿掉，去养苏林川在外面生的野种。这辈子这群白眼狼休想再花老娘1文钱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的银子垫底，他拿什么去教养他儿子的功臣遗孤？账本我交了，宫中账面上现在就只剩下不到200两现银，我看他怎么撑过这个月。老夫人，这月的采柏银子该拨了，您看。该拨多少就拨多少，拿对牌去账房支就是了。这点小事也来烦我？老夫人明鉴啊！账房那边说公账上只剩下不足50两银子了，可秦少爷点名要吃那金丝血燕，1两就要100两银子，再加上府里这几日的流水，根本拨不出钱来啊！什么？偌大的侯府怎么可能连买燕窝的钱都没有？楚慧那个贱妇是不是走之前贪没了公款？老夫人冤枉啊！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，以往侯府每个月的开销在3000两往上，可侯爷1年的俸禄也不过1000多两。之前的窟窿，全是夫人用自己的家庄私库填上的。如今夫人交了权，私库的账也一并封了，这公账上是真的没钱了。祖母，燕儿身子虚，大夫说了，必须要吃燕窝补气血。燕儿要把自己补得壮壮的，日后才好孝敬您和父亲。买，不能苦了我的燕儿。账上没钱，从老身的私账上出。宋先生，景儿还小，才5岁，启蒙不急于一时。燕儿虽说也是5岁，但她可是功臣遗孤，将来是要为国效力的，理应先受先生教导。从今日起，宋先生就专门教导燕儿吧，让景儿在旁边听着，伺候着笔墨抄就行了。哎呀，对不住。娘亲，祖母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明明我才是她的亲孙儿。景儿别哭，记住娘的话，有些东西别人想抢就让他抢，爬得越高，摔下来的时候才会粉身碎骨。去，告诉宋先生，既然老夫人如此安排，这束修便由老夫人来出吧。至于景儿，我亲自教。是苏姐，是她推我的。燕儿不是故意的，祖母别打我，祖母别打我，我要找我娘。有好戏看了，走，跟娘亲一起去。祖母，就是苏景，我看着玉如也好
这可是御赐的玉如意啊！好你个不孝子，小小年纪就敢陷害手足！来人啊，动用家法，把世子给我押去祠堂，罚跪3天3夜，不许给饭吃。娘，我没有，我刚才一直和娘在一起，我根本没进去。慢着！婆母，您说景儿陷害手足，可秦燕姓秦，与世子谈何手足？楚慧，你还要护短吗？他打碎了御赐之物，这是死罪！你要干什么？祖母救我！婆母，您老人家眼神不好，不妨凑近了看清楚。这指腹上被玉石碎片划破的血痕，还有指甲缝里残留的玉如意底座上的金粉，都是证据。这御赐如意摆放的位置高过5岁孩童的头顶，如果是被人从背后推倒撞上去，玉如意应该是往前翻落，砸在条án后方。可现在，碎玉却掉在条án正前方的地上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是他自己踩着凳子，伸手去够那玉如意，结果没拿稳，自己摔碎了它。婆母，景儿可是您的亲孙子，您连问都不问一句，上来就要动用家法，难道想让苏家绝后不成？刚才景儿一直与我在花园散步，院里的10几个下人都可以作证，到底是谁推了他？小小年纪满嘴谎言，自己犯了错，还想将责任推给世子，品行败坏至极。婆母若是老糊涂了，连个是非黑白都分不清，我不介意把侯爷请回来，让他亲自来管这个家。或者把宗族长辈都叫来，看看镇北侯府的当家老太君是如何偏袒一个满嘴谎言的外人，构陷自家嫡亲孙子。你放肆！我是你婆母，你竟敢如此对我说话！儿媳自然敬重婆母，但也绝不容许任何人朝我儿身上泼半点脏水。这玉如意碎了，若真要追究，儿媳这就给宫里递牌子，上报内务府，说是这位功臣遗孤摔碎的。不知这藐视皇恩的死罪，她担不担得起？还不快滚回你的院子去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哟，这是做什么？老夫人是侯府的老太君，由她老人家管家天经地义，我们夫人怎敢越俎代庖呢？夫人明鉴，老夫人说她年事已高，这府中琐事繁杂，实在力不从心，还是求夫人。这几日老夫人辛苦了，夏荷，将人打发了吧。我们少爷正在长身子，大厨房那些贱婢竟把他的吃食都换了。哎呦，侯爷知道了还不知怎么心疼呢。
李嬷嬷，这府里终究是侯夫人做主的，我们老太太年迈，你有事便去找夫人吧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，瑞华楼的伙计来要账。老夫人，你们府上的李嬷嬷拿着侯府的令牌，来咱们瑞华楼订了半个月的席面，一共是1000两白银。1000两？你都点什么了？都是些海参、鲍鱼之类的。老夫人，不是您说的，咱们少爷吃不得苦吗？咱们瑞华楼的规矩，赊账半月一结，您看是给银票还是现银？我这也是为了完成侯爷的交代。楚慧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拿银子把这要账的打发了！你想看着镇北侯府名声扫地吗？婆母说笑了，前几日我已经将管家权和对牌交还给您了。如今这公账上没钱，儿媳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少给我装穷！谁不知道你嫁妆丰厚？区1000两，你先垫上怎么了？既然婆母这么在乎侯府的名声，那儿媳今日就让全京城的百姓都来看看，咱们侯府的名声到底是怎么没的。夏荷，开大门！你敢！各位街坊邻居评评理，不是咱们镇北侯府付不起瑞华楼的银子，实在是侯爷接回来的这位遗孤太过金贵了。这孩子吃不惯府里的饭菜，这位嬷嬷便拿着对牌去瑞华楼包了半个月的顶级席面，顿顿海参鲍鱼，一吃就是1000两白银。这孩子竟比世子爷还要难养100倍。短短半个月，把我和老夫人的嫁妆本都要花光了。什么少爷比世子爷还金贵？2位夫人的嫁妆都能花光，吞金兽不成？我说这侯爷也不是好的，不会是他在外头和野女人生的吧？就是，不是和心上人的野种，哪会这么金贵？你们，楚慧，你这个毒妇，你竟敢算计我！婆母，儿媳也是实在拿不出银钱，没办法了呀。滚！拿着赶紧滚！关门！快关门！老夫人，祖母！祖母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老夫人这是心气郁结导致的中风之症。老夫人需要静养，把她带来的那一帮青州下人全都发派回去，是免得在这办事不力，惊扰了老夫人。婆母，您就安心养病吧，秦少爷，我会替您看好的。小公子，忍忍吧，老夫人倒了，咱们现在得夹着尾巴做人啊！你们给我等着！
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给母亲寄去，务必要小心行事。是。夫人，不好了，那位秦少爷不见了。陈婆子人呢？陈婆子昨夜偷饮了一台烧麻子，现在还醉倒在榻上呢。奴婢去送午饭，听见他鼾声如雷，推门一看，屋子里哪还有秦少爷的影子？宫里的贵妃是翰林院余家的二小姐，夏荷，派人去余家打探一二。夫人，打探清楚了，秦少爷确实是回了余家。哦，怎么回的？出门东大街，今天正好有人办喜事，人多眼杂的。有个热心大娘见他穿戴不凡，小年纪，身边又没有下人跟着，怕他遇到拍花子的，就一路跟着去了。结果那孩子撒腿就跑，那大娘亲眼看着他进了余家大门，这才没继续跟着，转头走了。好，今日之事，谁问都说没见过。小的明白。夫人，秦少爷怎么和贵妃娘娘的母家牵扯上了？都下去吧。因为秦燕就是宫里那位本该溺亡的三皇子。夫人，这可是杀头的死罪啊！侯爷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万一让皇上知道了，您和小少爷可怎么办？侯爷与贵妃私通，他的死活我懒得管，但我必须要护住景儿。如今唯一的生路就在凤仪宫，可我没有诰命，无法单独面见皇后娘娘，只能等母亲那边回信了。可现在我们怎么办啊？替我梳妆，我们去余府接人。余夫人，听说我家侯爷接回来的那位小少爷今早来了余府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到处乱跑，叨扰你们了。侯夫人说笑了，镇北侯府的少爷怎么会跑到我们府来？小孩子不懂事，人生地不熟的到处乱跑。出门时有街坊亲眼瞧见他进了余府的大门。这孩子顽劣，怕是惊扰了贵府。我是特意来接他回家的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楚夫人，你身为当家主母，掌一府中贵，本该宽厚待人，可你竟心胸狭隘，连一个5岁的孩童都容不下。燕儿都和我们说了，你打了李嬷嬷，关他禁闭，还不给他饭吃。我们老夫人听了此事，哭了足足1个时辰。他老人家身子本就不好，你今日若不给余家个交代，此事绝不会善了。不过是我们侯府收养的一个遗孤，与你们余家有何关系？夫人，您嫁进余家快10年了吧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我是提醒你，多为自己和你的夫君孩子考虑。余家上下110口人，不是只有宫里那一位。三皇子已死，玉老夫人却把一个来路不明的孤儿宠得像眼珠子一样，对外要怎么解释呢？也是，骨肉亲情难免割舍不下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他留在贵府上吧。时间不早了，告辞。夫人，如果余家铁了心不把秦少爷送回来怎么办？秦燕对于余家来说，现在就是一个随时会要命的隐患。出门时，那么多街坊百姓都看到秦燕进了余家的大门。可若他们为了保贵妃，宁肯把这事压到底呢？余家但凡有个聪明人，就绝不会任由宫里那位贵妃胡闹。这欺君之罪，他们担不起。夫人既这样说，奴婢便放心些了。到了，余家今日会把人送回来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备查。是我误会夫人了，这小孩子嘴里真真假假的，都怪我没好好分辨，还望夫人海涵。
燕儿，过来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娘不要你了，你外祖家也不要你了。燕儿，你还想回家吗？夫人有法子送我回宫吗？当然。咱们太太的回信到了，说是凤仪宫那边一切打点妥当，这是给夫人烧的东西。好，别动。好了。夫人，有人拦路，是夫人，我不是要你好好照顾燕儿吗？你要带她去哪儿？将军怎么忽然提前回来了？要不是李嬷嬷给我递了消息，我还当你是个好的。初回，你搓磨燕儿的事，我可以不与你计较；弃毙母亲的事也可稍后再议。但你现在是要做什么？你赶紧带着燕儿跟我回府。我若不回，你又当如何？事情重大，你一个妇人并不懂这里面的事。罢了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回家。闯过去。楚慧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侯府若出了事，你能得什么好？皇后娘娘宣苏夫人进宫，侯爷却当街拦车，这是要抗旨吗？娘娘懿旨，侯爷若再阻拦，便是与皇家为敌。夫人，请吧。等一下，皇后娘娘只宣了我夫人，那马车里的幼童我可以带走吧？将军刚回来，眼花了吧？这车里哪有幼童？这怎么可能？哼！请夫人跟咱家进宫。公公辛苦，还要劳烦公公带路。本宫听舅父说，他从江南托你给我带了东西。确实是好东西，你有心了。幸好楚氏是江南大族，皇后娘娘的外祖家也在江南，好歹搭上了话。想必楚夫人入宫不仅仅是为了送礼吧？臣妇确有隐情。这是府上的公子。启禀娘娘，臣妇今日进宫是有要事禀告。三皇子，苏夫人，三皇子已经溺亡，怎么会在你家府上？皇后娘娘明鉴，此子确实是三殿下，臣妇不敢欺君。好啊，好得很！天家内院之中竟敢玷污皇室血脉，为避免东窗事发，还谋划三皇子假死离宫，当本宫是死的不成？我要找我母妃，我要回锦绣宫。来人！放开我！苏林川已经知道我带着三皇子进宫了，他肯定不会坐以待毙。求娘娘看在臣妇一心忠君的份上，救救臣妇母子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现在就去找皇上。娘娘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事关皇家血脉，我们必须小心行事，以防生变。让太子拿着本宫的令牌去调兵。苏夫人，你与本宫一同去面见皇上。臣妇遵旨。皇后娘娘息怒，贵妃娘娘正在殿内侍候陛下，陛下吩咐不许任何人打扰。你去通传，本宫有要事相报。请娘娘不要为难奴才。启禀皇上，臣妾有要事面奏。苏夫人，好久不见。
娘娘，陛下让您进去呢。娘娘请进。苏夫人且留步，陛下只宣了皇后一人觐见。楚夫人，听说你是个聪明人，怎么今日偏要自寻死路，来趟这趟浑水？临川的心思从始至终都在本宫这里，你这侯府主母不过是个替我们打理后宅、掏空嫁妆、帮本宫养儿子的可怜虫罢了。本宫原本想着，看在你尽心尽力伺候燕儿的份上，将来事成时赏你一个全尸。可你竟敢背着临川，带着燕儿进宫惊动皇后。说，你把燕儿藏哪儿了？贵妃娘娘这话，臣妇怎么听不懂？贵妃娘娘这话，臣妇怎么听不懂？三皇子不是早就在行宫贪玩落水，溺死在莲花池里了吗？皇家御笛上写的明明白白，死人可不能复生。娘娘就算把镇北侯府翻个底朝天，也找不出一个死人啊！你敢咒我儿！娘娘息怒，臣妇这是在提醒你。娘娘以为自己布的局天衣无缝，先是让礼部尚书家的二公子死在青楼，用青梅竹马做掩饰，断了皇后娘娘想滴血验亲的后患。如今又指使苏临川陈兵宫外，意图逼宫谋反。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我知道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娘娘身为当朝贵妃，与镇北侯苟且，生下见不得光的孽种，竟还想踩着我们母子的尸骨谋朝篡位。放肆！楚慧，你以为你把一切告诉皇后，皇后就能保住你？实话告诉你，这宫里今日就要变天了。识相的就把燕儿的下落交代出来，等大局已定，本宫或许还能大发慈悲，留那个叫苏锦的小野种一条小命。否则，本宫要你们母子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大局已定，那就请娘娘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今日这阴曹地府的大门，到底是为谁开的？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就怕娘娘死到临头还不自知。贱人，你找死！好，很好。既然你急着找死，本宫成全你，你就在这好好跪着，等本宫处理了里面那两个，再来活剥了你的皮。皇后，她毒杀了陛下！贵妃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弑君！来人，快来人护驾，将皇后拿下！于贵妃，你竟敢栽赃当朝国母！本宫栽赃？那参汤是皇后端进去，如今陛下七窍流血，那毒药难道是本宫凭空变出来的不成？你胡说！娘娘与陛下夫妻情深，怎会谋害陛下？分明是你这毒妇！放肆！你一个老奴也敢在这狂吠！退一万步讲，本宫方才一直被镇北侯夫人拦在殿外说话，两人争执不休，这可是满院士宫女太监有目共睹的。本宫才踏入御书房，不过半炷香的功夫。试问，本宫如何能在这众目睽睽之下，避开重重耳目，带着毒药进去谋害陛下？分明是皇后心怀叵测，早有预谋，趁着独处时向陛下下毒。本宫推门进去时，正撞见他弑君的恶行，他做贼心虚，这才畏罪吓晕了过去。娘娘好缜密的心思，好歹毒的手段。您说您没有时间，半炷香，给一个对您毫无防备的君王灌下穿肠毒药足够。更何况，娘娘方才在殿外可是亲口对臣妇说大局已定，还说等您处理了里面那两个，就来剥了我的皮。既然娘娘只是进去探望，怎知大局已定？怎知里面必有死伤？一派胡言！楚慧，你为了包庇皇后，竟敢与她同流合污！来人，皇后谋逆弑君，镇北侯夫人是同党，把这些乱臣贼子统统给本宫拿下！
就地格杀勿论。夫人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皇后大势已去，你最好老实告诉我，燕儿在哪儿？贵妃于氏与镇北侯密谋弑君，吾今日便要替天行道。来人，拿下！还有呼吸。是苏凌川逼我的，他对我用枪，逼我怀上孩子，本宫是冤枉的。苏夫人，楚夫人，贵妃已经伏诛，这次多亏有你。要不是你拖延时间，等到太子搬来救兵，本宫真要着了他们的道。多谢楚夫人。太子殿下言重了，妾身怎么敢当？这孩子我瞧着甚是喜欢，本宫要认他做义子。说来也怪。那秦燕不知是不是中了邪，嚷着说要见你，说你是他娘，还说对不起你和静儿。难道秦燕真的重生了？他现在在哪儿？总归是做了几年兄弟，太子不忍处死他，把他关到了行宫，任他自生自灭。你要去看看吗？我与他毫无关系，何来母子可说？也无需去看他了。前世今生，我与他再无任何关系。我与他的母子情，早就在上辈子景儿被流放那天彻底断了。楚夫人胆识超群，护驾有功，特册封一品诰命夫人，赐禄应身，荣及家门，赏锦缎100匹，良田1000亩。其子赐楚姓，封万户侯，世袭罔替。13岁那年，苏景被新帝钦点为太子伴读，脱离了苏家那个吃人的泥潭。我的景儿犹如潜龙腾渊，彻底绽放出了属于她的光芒。及冠之年，更是得昭宁长公主青睐，将最疼爱的女儿下嫁入我楚家。大婚那日，10里红妆。祖母，您看这个啊！老太君，您尝尝，这可是郡主特意托人从南边弄来的上好血燕，天不亮就在小厨房亲自盯着炖下的，就为了孝敬您呐。
上天垂怜，许我重来一世。我终是亲手劈开了前世那张吃人的密网，不仅护住了我的景儿，也将那些踩着我们母子吸血的豺狼捕套一一送下了地狱，换来了本该属于我的安宁人生。